秋末的清晨，程家村笼罩在一层薄薄的寒霜里。村南头那座新盖的青砖院落，在灰扑扑的土坯房中间显得格外扎眼。院子里，李四儿挺着硕大的肚子，正费力地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几根木柴。他的脸上早已褪去了当初的痴傻，一双眼睛清澈而坚韧，只是眼下因睡眠不足带着乌青。新房的墙是青灰色的，院墙砌得比村里任何一家都高，这都是他一个人挺着肚子画图纸、买材料、求人帮忙一砖一瓦垒起来的。他扶着腰站起身，看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家，心里那点踏实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。孩子在他肚子里踹了一脚，他疼得吸了口冷气，嘴角却泛起了笑，轻声说：“急什么？等你爹回来，这院子里的花也该开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院门外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尖利的女声：“李四儿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以为盖了高墙就能躲清静，欠了我们程家的，今天得有个说法。”刘大兰的声音像一把钝刀子，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落补丁棉袄的陌生男人，一个是他娘家表哥，一个是从外村请来的闲汉，专门干些替人撑腰讨债的营生。刘大兰今日打扮得格外体面，头上还别了一朵褪色的红绒花，仿佛不是来闹事，而是来唱一出大戏。他一脚踹开虚掩的院门，看着院子里整齐的柴垛、新打的压水井，眼里全是贪婪的光。弟妹啊，你这日子过得可真是红火。刘大兰阴阳怪气地开了口，绕着院子走了一圈，用指甲抠了抠清砖墙的缝，这砖一块怕是要3分钱吧？你这院子怕是花了不止100块。你说你一个孕妇哪来这么多钱？莫不是真像外头传的攀上了什么城里的贵人？他转头，目光像毒蛇一样盯着李四儿隆起的腹部。李四儿将手里的木柴攥紧，没有后退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刘大兰见他不出声，以为他怕了，更加得意，提高了嗓门道：“我告诉你，程峰蹲大牢了，这房子这地原本就是我们程家的祖产，他程峰坐牢，这笔债就得你来还。我今儿带了人来，就是跟你商量商量，把这院子抵给我们老宅，你带着肚子里的拖油瓶哪来的回哪去？”刘大兰，你放什么屁！一声怒喝从院墙外传来，是听见动静赶来的玉华。他手里还端着喂猪的盆，气得脸通红。这房子每一块砖都是傻姑自己做买卖挣的，跟你们程老大有屁的关系？你们分家多久了？刘大兰翻了个白眼，唾沫星子横飞。分家也是程家的地。他程峰坐牢了，我们当哥嫂的不替他管着，让一个外姓傻子败光了。那两个男人也上前一步，堵住了院门，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小嫂子，别让我们为难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要么拿钱，要么拿房契。”李四儿被气得浑身发抖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撕裂般的绞痛，他的手死死抓住旁边的木架子，指节发白。刘大兰还在步步紧逼：“怎么，没话说了？今天这房契你给也得给。”“滚！”李四儿拼尽全力吼出一个字，随即感觉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了下来。他低头看见淡粉色的羊水浸湿了棉裤。玉华最先发现不对，尖叫一声：“傻姑，你羊水破了！”李四儿眼前一黑，身体软软的向下滑去。他最后看到的是刘大兰那张因惊慌而扭曲的脸，和自家那扇还没来得及上漆的新院门。他想，这孩子终究是等不及要来看看这世道了。玉华的尖叫声引来了半个村子的人。陈婶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，他一把推开还在发愣的刘大兰，用身体护住倒地的李四儿，冲着门外大喊：“老大，快去套车！老二，去叫刘婆子！快！”陈叔和陈家几个儿子立刻行动起来，院里院外乱成一团。刘大兰见势不妙，想溜，却被赶来的陈大哥一把攥住胳膊：“你把人害成这样，还想跑？”刘大兰色厉内荏地嚷嚷：“他自己身子骨弱，关我什么事？”但他眼神里的慌张怎么都藏不住，最后还是被程老大从人群里拽出来，灰溜溜地拖回了家。
李四儿被抬进了新房的东屋，那间他亲手设计铺了火炕的房间。炕烧得滚热，陈婶和玉华忙前忙后烧水剪布。接生婆刘婆子气喘吁吁地赶来，一看情况就皱眉，胎位不正，又受了惊，这是要命的早产啊！李四儿躺在炕上，汗水浸透了头发，疼痛像潮水一样一波波袭来，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但他咬着一条毛巾，没发出一声惨叫，只有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的闷哼。他的意识在模糊与清醒之间摇摆，隐约听到玉华带着哭腔说：“婶子，她流了好多血。”然后是陈婶沉稳的声音：“没事，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，她福气大，能挺住。”这场漫长的挣扎持续了整整一夜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，一声微弱的像小猫叫一样的啼哭声终于响起。刘婆子长舒一口气，用一块干净的旧棉布裹住浑身青紫的婴儿，递给瘫在炕上几乎虚脱的李四儿：“丫头是个小子，就是早了点，得精心养着。”李四儿颤抖着伸出手，接过那个轻得像一片羽毛的孩子。他那么小，脸皱巴巴的，头发粘在头皮上，哭声细弱的像风里的蛛丝。可就是这一声啼哭，让李四儿刚才在生产剧痛中都没流的眼泪瞬间决堤。他把孩子贴在胸口，感受着他微弱但真实的心跳，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又仿佛压上了更重的东西。从现在起，她是一个母亲了。她有了软肋，也有了这世间最坚硬的铠甲。陈婶端着一碗红糖鸡蛋进来，看着李四儿抱着孩子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：“丫头，苦了你了，你好好歇着，外头有我们呢。”李四儿点点头，眼神却望向窗外。透过糊着新纸的窗棂，他仿佛能看到刘大兰那双贪婪的眼睛还在暗处窥视。他低头用嘴唇碰了碰儿子凉凉的额头，心里默念：“念儿，别怕，娘在。”月子里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。成念早产，身子弱，吸奶的力气都没有，常常是李四儿急出一身汗，他也吃不上几口。奶水不够，孩子饿得直哭，哭声细细的，像刀子一样剜着李四儿的心。他没法像别的产妇一样躺着静养，他得想办法给自己下奶，得给孩子弄点能吃的补贴。陈婶时常来帮忙，但他也有一大家子要顾。李四儿用陈叔从城里带回来的红糖和仅有的白面试着做酒酿。他记得在现代看的食谱，酒酿能催乳。成念睡着的间隙，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下地，在灶台前忙活。教头是他自己用剩饭捂的，酒曲是他托刘管家从县城药铺找来的。当第一碗温热的酒酿圆子下肚，胸口那股酸胀感微微缓解时，他松了口气，至少孩子的口粮有了着落。然而真正的麻烦从来不在屋里。刘大兰虽然那天被陈叔挡了回去，但他那张嘴却没闲着。村里东头老槐树下，总有3、5个妇人端着碗聚在一起嚼舌根。刘大兰逢人就说：“你们是没见那孩子又黑又瘦，眉眼一点不像我们程家人。程峰都进去大半年了，那孩子才刚满月，算算日子，那傻姑怕不是早就跟人有首尾了，要不哪来的钱盖那么气派的房子？”这话像长了腿，很快传到了李四儿耳朵里。那天玉华来送菜，脸色难看，支支吾吾的让他别往心里去。李四儿正在给孩子喂米汤，闻言手顿了顿，米汤差点洒出来。他抬起头问玉华：“他们说什么了？”玉华低着头，绞着衣角不肯说。李四儿便不再问了，只是抱着孩子的手又紧了紧。午后，阳光从窗棂照进来，落在程念那细弱的几乎是半透明的皮肤上。李四儿看着他的小脸，想起那天晚上那个男人在山上的木屋里笨拙却坚定地护住他的样子。他没哭，只是眼神里的光一点点凝结起来，变得又硬又冷。傍晚，程念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李四儿走到院子里，看着刘大兰家的方向。晚风吹动他剪短了的头发，露出一双不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的眼睛。程念满月这天，李四儿没摆酒，他没那个闲钱，也没那个心情。
他只是用红纸给孩子剪了个小小的葫芦，缝在帽子上，算是图个吉利。然后他将被褥里、柜角里所有能证明他收入的票据、账本都找出来，用一块就不包好。他把程念用背带牢牢地绑在胸前，大步走出了院门。他径直去了村长家。村长是个快60的老头，在村里德高望重，也最怕麻烦。看到李四儿抱着孩子来，他先皱了皱眉。李四儿不等他开口，就把布包放在他家的八仙桌上，打开，一张张纸摊开，有刘管家买冰棍的付账记录，有陈叔替他拉货的记账本，有他买砖买木料的字据，甚至还有他给县里干部看图纸时，人家随手写的几句赞扬的话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村长，李四儿的声音不大，却很稳。这房子从打地基到上梁，每一块砖都印着我的指纹。这4亩半地是我挺着肚子跟刘大兰在地头争来的，契书上写的是程峰的名，分家时白纸黑字写明了与我们无关。我今天来不是求您做主，是请您做个见证。谁要是再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说我李四儿来路不正，我就把这账本送到公社去，让干部们看看我李四儿是靠着双手和脑袋一厘一毫攒下的家业。村长看着那些票据，又看看面前这个眼神像石头一样硬的年轻女人，吸了口旱烟，点了点头。消息很快传遍全村，那些背后的议论声像被掐住脖子的鸡瞬间瘪了下去。刘大兰在家里摔了个碗，骂了句贱人。但李四儿知道，这只是一次暂时的退潮，真正的风浪还在后头。回家的路上，太阳暖洋洋的，程念在他怀里睡着了，小嘴微微张着。李四儿走在新修的村道上，背脊挺得笔直。他明白，在这个地方，弱者连活着都是错，只有让别人看到你手里的刀，你才有资格谈善良。程念百天这天，李四儿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，又拿出珍藏的白面，蒸了一锅喧腾腾的大馒头。他请了陈叔一家和玉华来家里吃饭。院子里的木桌上摆着4菜1汤，鸡是炖的，汤是乳白色的，飘着几颗红枣。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已经算是1等1的席面了。陈婶拉着李四儿的手，眼里全是心疼。丫头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这么破费，留着给念儿补身子多好。李四儿笑了笑，婶子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和念儿早就不在了。这顿饭是我该谢的。席间，孩子被放在炕上，盖着小棉被。玉华凑过去逗他，突然惊喜地叫道：“哎！”他笑了。众人围过去，只见程念咧着没牙的小嘴，对着房梁上挂着的红辣椒流口水。然后他含糊地吐出一个单音节，娘，那声音极轻极软，像奶猫的爪子挠在心尖上。李四儿正在盛汤的手猛地一抖，汤勺磕在碗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他愣在那里，眼眶瞬间红了。陈大哥见状，笑着打圆场：“好兆头，先会叫娘，以后肯定孝顺。”大家纷纷应和，气氛热烈起来。陈大哥喝了点酒，脸膛红扑扑的，凑近李四儿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傻姑，我前2天进城，听刘管家说，程峰在里头表现好，立了个小功，估摸着能减上几个月的刑。”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李四儿平静的心湖。他看着炕上那个咿呀学语的小人儿，又想起那个在信中写我一定出去的男人。高兴吗？有点，但更多的是茫然。程峰回来，这个家要怎么摆？他还能像以前一样毫无芥蒂地把一切交给他吗？夜深人静，客人散尽，李四儿收拾完碗筷，坐在炕沿上。程念已经睡着了，小手攥着被角。他轻轻拨开孩子额前的碎发，低声道：“念儿，等你爹回来，咱们家就真的团圆了。”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像这深秋的夜渐渐凉了下去。开春了，土地解冻。李四儿背着程念，扛着锄头下了地。陈大哥已经帮他把地翻了一遍，垄也起好了。他的任务就是把玉米种子点进土里。这是个累人的活，弯着腰，一步一个坑，还得注意别让背上的孩子滑下来。村里人路过，有人夸他能干，也有人撇着嘴说风凉话。看吧，女人就是女人，
等秋收的时候，看他一个人怎么把粮食扛回来。李四儿充耳不闻，他一颗一颗的把种子埋进湿润的泥土里，仿佛在埋下一颗颗希望。程念在他背上，好奇地看着蓝天白云，偶尔揪他的头发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李四儿累了，就坐在田埂上，掏出布包里的窝窝头啃2口，再把奶瓶里温着的米汤喂给儿子。日子虽然苦，但看着他亲手种下的地，心里就踏实。然而这份踏实在一个清晨被彻底打破了。那天他去地里浇水，发现田埂靠近路边的地方被人掘开了一道大口子，土翻在外面，水顺着口子全流到了旁边那块刘大兰家的地里，自己的地里干得裂开了缝，刚长出2寸高的玉米苗，因为缺水，蔫头耷脑地趴在土里。李四儿站在地头，看着那道刺眼的豁口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他知道这不是意外，这是有人故意在给他使绊子。他蹲下身，用双手捧起泥土，把那道口子堵上，又挑了10担水，把干涸的土地一瓢一瓢地浇透。汗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，后背的衣服湿透了，粘在身上，冰凉冰凉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坐在地头，看着那些重新挺立起来的嫩苗，心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看清世事的冷。他明白了，在这村里守着一份家业，跟守着一块肥肉一样，总有人日夜想着来叼一口。地里的活刚理顺，李四儿就急着要进城。他把程念托付给陈婶，自己背着一兜子新做的点心去找刘管家。到了县城，他没急着摆摊，而是直接去了刘管家的门房。刘管家看到他，有些意外：“哟，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，怎么就进城了？”李四儿把点心放下，却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，摊开在桌上。那是一张设计图，但不是房子的，而是一个灶台。他画的是一种节能柴火灶，利用空气流通原理，能让柴火烧得更充分，热量利用率更高，还能在灶堂里设计一个保温的热水箱，做饭的同时能烧热水。刘管家虽然不懂建筑，但他是大户人家的管家，一看这设计的精巧，就知道不简单。刘叔，李四儿指着图纸说，这灶不光省柴，火力还旺，特别适合城里那些院子窄、柴火金贵的人家。我想先在我家院子里打一个样品，您看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县里管后勤的干部？现在都在提倡节约，这东西应该能派上用场。刘管家眼睛一亮，拍了下大腿：“好丫头，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？我这就带你去。”在李四儿的专业讲解下，县里的干部对这个省钱又实用的设计大感兴趣，当即决定在他家院子里先建一个样板灶，并承诺如果效果好，会给他一笔不小的技术指导费作为鼓励。从县里出来时，李四儿怀揣着那张有着公章的合作意向书，心砰砰直跳。他知道自己又往前走了一步，这一步让他从村子跨进了县城，但也让他暴露在更多人的目光之下。日子在忙碌中飞逝，程念已经能扶着墙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，嘴里也开始蹦出更多的单音节词。一天下午，村口的邮递员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，在李四儿家门口停下，隔着院墙喊：“程峰家的，有你的信。”李四儿正在院子里晾尿布，闻言心猛地一跳。他擦了擦手，接过那个皱巴巴的信封。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，像刚学写字的孩子，但一笔一画都极其用力，力透纸背。他撕开信封，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，上面是程峰笨拙的字迹：“小傻，你好吗？孩子好吗？我能想象他长什么样，肯定像我。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受这么多苦。我在里面很好，学了文化，还帮狱里修了房顶，干部说可以减刑。你别太累，等我出去，给你和儿子当牛做马。”程峰。信纸皱皱的，有些地方自己阴开了，像被水沾湿过。李四儿拿着信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，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。程念从屋里爬出来，抱着他的腿，仰着头喊：“娘！”李四儿弯腰把儿子抱起来，走进屋里。他把信折好，放进了炕头的小木匣子里，
那个匣子里还有程峰分家时的契约和他的地契。他把程念放在炕上，看着儿子乌溜溜的眼睛，轻声说：“念儿，这是你爹写的信。”程念不懂，只是拍着手笑。李四儿把他的小脸贴在自己脸上，感受到那份温热。夜深人静时，他又把信拿出来，在油灯下看了好几遍。月光透过窗纸，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。就在节能灶的样品即将动工的前一天，李四儿去地里时彻底傻了。他悉心照料了近2个月的玉米苗，那片已经在风中舒展着绿叶的田垄，被人连根拔起了一大片，像被野猪拱过一样，狼藉不堪。嫩绿的叶子散落在泥地里，很快就在太阳下发蔫发黄。李四儿站在地中央，四周是倒伏的玉米苗，他没尖叫，也没哭，他只做了一个动作，转身抱着孩子，径直去了刘大兰家。这一次，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锹，但没带进院子，只是竖在门口。刘大兰正坐在院子里嗑瓜子，看到李四儿来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撇了撇嘴：“呀，这不是程家大能人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李四儿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嫂子，我那4亩半地的玉米苗昨晚被人拔了。你也知道，前几天我刚跟县里签了合同，我家要建个样板灶，地里庄稼就是我的脸面。这事村里有干部来管，我已经让人去公社报信了，说有人破坏集体生产，是阶级斗争新动向。”刘大兰手里的瓜子啪一声掉在地上，脸色瞬间白了。破坏生产在这个年代是大罪，够得上游街批斗了。他手指哆嗦着指向李四儿：“你含血喷人，有证据吗你？”李四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让刘大兰后背发凉。“证据？我地里那么深的脚印，总会有人认识。嫂子，你好自为之。”说完，他拿起铁锹，转身走了。当天下午，公社来了2个人，在地里勘察了一番，又走访了几户人家。虽然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没能直接定刘大兰的罪，但刘大兰已经吓破了胆，躲在屋里好几天不敢出门。李四儿用这场杀鸡儆猴，暂时镇住了村里的宵小，但代价是他为了处理这件事，好几天没去城里，生意断了，家里米缸见底，程念的奶粉罐也空了。程念饿得直哭，李四儿没办法，只能再次把孩子托付给陈婶，自己天不亮就推着车进城。他咬牙把库存的最后一批瓜子、糖果带上，希望能卖个好价钱。然而他发现他的老位置被人占了，是一个精明的新摊贩，卖的东西和他差不多，价格却压得更低。顾客都是认生不认熟的，他的生意被分走大半，一天下来没赚几个钱。他蹲在城门口，啃着硬邦邦的冷馒头，心里又急又苦。程念还在陈婶家等着奶粉，他的腰包里却空空如也。就在他几乎绝望时，刘管家喘着粗气找到了他：“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我可算找着你了！快别卖了，跟我走，县里来人了。”李四儿跟着刘管家赶到县里的后勤科，负责节能灶项目的干部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并告诉他，他的设计已经被正式立项，县里决定在下属几个公社食堂推广。作为设计方和技术指导，县里会先拨给他1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，在他家院子里建一个标准打样间。100块，这对李四儿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他接过那叠用信封装好的钱，手都在抖。这钱不仅能解燃眉之急，更是对他能力和尊严的认可。但他心里也清楚，拿了这钱，他就正式跟公家绑在一起了。他的一举一动，以后会有更多人看着。晚上回家，他把钱藏在炕洞的最深处，看着熟睡的程念，既感到一阵轻松，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。县里来人测量院子的那天，全村轰动。刘大兰躲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穿着中山装的干部在李四儿家进进出出，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红了。当天晚上，李四儿哄睡了程念，又在灯下完善节能灶的细节图纸。夜深人静，村庄沉浸在黑暗里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。突然，院子里传来极轻微的咔嗒声，像是什么东西踩断了枯枝。李四儿瞬间警觉，他吹熄油灯，
摸黑走到门边，从门后拿起那柄磨得锋利的铁锹。月光下，一个黑影从院墙翻了下来，动作熟练，直奔他放钱和图纸的西屋柜子。黑影撬锁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。李四儿没有喊叫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像一只捕猎的母豹，悄无声息地靠近。就在黑影的手触碰到柜门的那一刻，他抡起铁锹，用尽全力砸了下去。咔嚓一声闷响，黑影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抱着小腿倒在地上翻滚。李四儿这才点亮油灯，灯光照清了那人的脸，是娟子的哥哥，那个偷鸡摸狗的二流子，不知什么时候被放了出来。他被砸断了小腿骨，疼得满头大汗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。李四儿没理他，他走到院门口，拉开门栓，大喊：“来人啊，抓贼啊！”陈大哥和陈老二最先冲过来，后面跟着一群举着火把的村民。娟子哥被五花大绑，扭送到公社时，他交代是有人让他来偷那张值钱的图纸，想坏了傻姑的事。娟子哥再次被抓，彻底激怒了娟子和刘大兰。他们这次豁出去了，跑到公社大院里撒泼打滚，哭诉是李四儿设计陷害，先害了娟子哥，又要霸占程家全部家产，把他们孤儿寡母往死路上逼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公社干部不得不把李四儿也叫去对质。审讯室里，李四儿抱着程念，面对刘大兰的哭骂和娟子仇恨的眼神，没有一丝慌张。他再次打开那个布包，把地契、分家证明、生意账本、程峰的信以及县里给他的合作意向书，一样一样摆在公社干部面前。他条理清晰地讲述了程峰入狱后他如何独自盖房、种地、做生意，如何被骚扰、被破坏的全过程。干部同志，李四儿的声音冷静而克制：“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是他们步步紧逼，毁我的苗，偷我的东西，现在还要倒打一耙。”关键时刻，刘管家满头大汗地赶到，他递上一份文件，这是程峰在狱中亲笔写的声明，经过监狱干部公证的。声明中，程峰明确写道：他与哥嫂早已分家，财产无任何瓜葛，他自愿将其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房屋、土地及一切衍生收益，全部归于妻子李四儿所有。这份声明像一记重锤，将刘大兰所有的借口砸得粉碎。公社干部当场宣判，李四儿对程峰所有财产拥有合法支配权，刘大兰一家在无理取闹，将以寻衅滋事罪论处。李四儿赢了，赢得堂堂正正。他抱着程念走出公社大门时，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。他赢了官司，但心里那片关于程峰的空地，却因为这份声明更显得空落落的。从那以后，村里彻底安静了。刘大兰像双打的茄子，见了李四儿就绕着走。李四儿的节能造样品顺利建成，每天都有个公社的人来参观学习，他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和更高的声望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程念已经能满院子跑了，小脸也胖乎乎的。一天，刘管家托人带话，说程峰在狱中因为表现出色，又减了半年刑期，下个月就能出来了。李四儿正在院子里给菜地浇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水瓢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水流了一地。程念跑过来，好奇地看着他：“娘。”李四儿回过神来，把儿子抱起来，看着那扇他亲手设计、亲手监工建成的院门。这门曾经挡过多少风雨，多少恶意。现在，那个当初把他捡回来，又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入狱的男人要回来了。他心里翻涌着各种情绪，有怨，有委屈，有期盼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释然。程念不知从哪里摘了一朵路边的小野花，举到他面前：“娘，给。”李四儿接过那朵沾着泥土的紫色小花，把它别在发间。他抱着儿子走到院门口，望向村口那条通往县城的大路。路还是那条土路，雨天泥泞，晴天扬尘。但他知道路的尽头有个人正在向他走来。他不知道见面时该说什么，但他知道他不再怕了。程峰提前出狱了，他没有让任何人接，自己走回了村。当他站在村口，
看到那座记忆中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变成了一座气派的青砖院落时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院墙高耸，大门紧闭，门前扫得干干净净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才伸手推开门。院子里比他想象的还要好。西墙边搭着崭新的节能灶台，东边开辟出一小块菜地，绿油油的青菜正长得旺盛。一个穿着蓝布衣裳的小孩正蹲在墙角，用小棍子拨弄蚂蚁。听到门响，小孩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和程峰有几分相似的小脸，黑亮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警惕。程峰的心猛地揪紧了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。小孩看了他几秒，突然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向屋里，嘴里喊着娘娘。李四儿闻声从灶间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他看见院门口的程峰，脚步顿住了。程峰瘦了很多，颧骨突出，皮肤也黑了不少，但那双眼睛比以前更深，也更亮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局促地站在那儿，像一个犯错等待宣判的孩子。两人隔着院子对视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程峰的目光从李四儿脸上移到躲在门后探头探脑的程念身上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他嘴唇颤抖了半天，终于艰难地吐出一句：“小傻，我回来了。”李四儿看了他很久，锅铲上的油滴在地上，他也没察觉。最后，他只是转过身往灶间走，丢下平淡的一句：“饭在锅里，去洗把手，吃饭吧。”那语气像一个迎接晚归丈夫的普通妻子，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生疏和距离。程峰站在院子里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像被刀绞一样。程峰回来几天了，家里的气氛一直有些微妙。他极力想弥补，天不亮就起来把院子扫一遍，抢着去地里干活，劈柴堆得比墙还高。但他面对程念时总是手足无措。他想抱儿子，程念却怕他，躲到李四儿身后，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。程峰尴尬地收回手，只能在一旁傻站着。晚上，李四儿在灯下叫程念认字。程念拿着石笔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画，李四儿耐心地纠正。程峰坐在炕边，看着这一幕，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李四儿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拉过程念，对他说：“念儿，来，让你爹抱抱。”程念扭捏着不肯，李四儿轻轻推了他一把，把他推进程峰怀里。程峰小心翼翼地接住这个软乎乎、带着奶香的小身子，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。程念在他怀里僵硬了一瞬，然后不知怎地，许是感受到父亲怀里陌生的温暖和有力的心跳，他不再挣扎，反而伸出小手，好奇地去摸程峰下巴上刚刚冒出来的胡茬。程峰的眼睛一下就湿了，他紧紧地抱着儿子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。李四儿看着这对父子，心里那块坚硬的外壳似乎也裂开了一道缝。深夜，程念在李四儿怀里睡着了，程峰在地上打了个地铺，屋里只有孩子均匀的呼吸声。李四儿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，正是程峰在狱中写来的那一封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信从炕沿上递了下去。程峰伸手接住，借着窗外透进的月光，看到那熟悉的字迹，他的眼眶又热了。他攥着信，声音沙哑：“小傻，以前是我混账，从今往后，你看着，我一定把这个家扛起来。我用命去扛。”黑暗中，李四儿没有回应，但程峰听到了，他翻身的动作似乎比刚才轻了些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纸，照在灶台上。程峰在院子里劈柴，每一斧都带着劲。李四儿在灶间烧火做饭，炊烟袅袅升起。程念从屋里跑出来，跌跌撞撞地扑向程峰，嘴里清脆地喊着：“爹，爹！”程峰扔下斧子，一把将儿子抱起，高高举过头顶。阳光下，他脸上的泪痕还没干，但笑容却像阳光一样灿烂。李四儿端着粥碗从灶间出来，看到院子里笑成一团，周身被阳光镀上金边的父子俩，他的嘴角终于扬起了一丝真正属于这个家的带着暖意的笑容。日子还长，路还远，但好在这个家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早晨。